当你自己没有真的体验过这个过程当下，其实你不一定容易让对方能够信赖于你。个案最常讲你不懂，我家境这么辛苦你不懂。我最常见的是遇到个案告诉我说，我家人生病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扛不住了。然后我都会说，那你可以听听我的小故事吗？在我18岁的时候，我的爸爸肺癌末期，我的妈妈子宫颈癌，我一个人躺在安宁病房的中央，我的左侧跟我的右侧是我的父母亲，都在癌症病房里。那时候的我忧郁症，我还是要陪着他们，我撑过来了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你觉得你很辛苦吗？对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在临界线上快崩溃的过程是最辛苦的。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就是不想让身边的人跟着我有一样的感受。所以你同时在面对到这么多的负能量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面是很需要一个自己能够解套的方法。就会有时候就坐在车里面，在那阳台泡个澡发呆一下，可能就是陪伴，一个陌生的陪伴，但却又懂他。那这是他成为一个个体化当中的一个过程，找到了他的症结点，协助他如何面对他，或是看到自己那一片光，让自己有阴影慢慢的释怀。所以我常常在叙述，就是像你的光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枫叶的影子很大哦，所以光不要太大，一盏小灯，一盏微弱的光，我给你一个指引，你看到了路径，你走出去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有一次，那时候还在逢甲，晚上已经算到凌晨2点多，一收完牌，刚叠牌的时候，我都习惯看一下我的底牌，圣杯侍从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那个双鱼的个性马上就点燃了，我就落泪了，我觉得当下很辛苦。然后我就顺便让自己抽一张，我就抽到了倒掉的人。那倒掉的人就让我知道说，对这一段时间的牺牲，它只是一个过程，但它会让我蜕变得更棒。在面对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发现真的掉进一个泥沼里，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指你越挣扎，你越陷越深。所以你只有冷静的在呼救，引导你、救援你的人，才有办法找到你。不要一个人面对这个过程。就我老婆陪着我，就这一路上被陪伴是需要的，还好有人陪伴。无论在工作、感情、生活里、家庭都是一样。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贵人。我从小就喜欢猫，从小就喜欢埃及，从小就觉得很熟悉这个感觉。在我上催眠课程的时候，我探索了前世今生，看到了自己的过往。在那一世的我，就是在帮忙整理猫、照顾猫的圣殿旁边。我是一个女性，很多客人都觉得我比较阴柔，对。然后到了这一世，其实现在的我，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曾经经历过。我是 NGH 的催眠讲师，然后也有做催眠、音叉、颂钵疗愈，然后卢恩符文、灵气、塔罗公寓、新创空间，这些都有。各种不同专业的老师，让学生或者喜欢的人能够直接加入助人工作。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讲说，不用太过于自卑的觉得自己本身不是专科领域的人，只要你存着一个善的心，存着一个很好的正念，其实人人都是助人工作者。早期是先开塔罗牌餐厅，你吃了多少餐点，然后我们免费占卜。后来渐渐发现客人来了，结果都是要说我要算塔罗。那时候差不多觉得跳出来成为塔罗牌馆。基本上我以前的个性是很急，尤其在面对个案，如果个案是在这么急的状况之下，我不能跟他一样急，慢慢的减缓我的一些个性。有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些反馈，在检视我占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匮乏的什么，不足的什么，需要再强化些什么，好像在共修一样。我就像是一个修行，整天都在问情感，整天都在问学习，整天都在问说我要出国工作读书，还是说我要去打工游学。
所以每一天的课题都是好像一个长篇的故事一样，然后会串联在一起。它也连锁的跟我的家庭生各方面都有连贯。家人的躁郁症发作，有一个很好的身心科的医生，他告诉我说，因为你们不是请专业的看护，可能在发病的过程当中，他会告诉你很多负向的东西。当你在照顾他的时候，你把他当成你的病人或是你的客人，你比较容易释怀，比较不会让自己纠结。很多家人的照顾过程当中，照顾者后来成为生病者。对，那时候医生讲那句话，我一直牢牢记在心里。当天的第一个客人一样是躁郁症的患者的妈妈，所以我刚好就把医生告诉我的讯息传达给他。对方他就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终于知道怎么样。我遇到了这样的个案，当下让我觉得哇，突然会有一种感觉是必然的，没有想过的一些课题，可能会从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朋友延展出来，然后让你体悟到了，让你能够把这份感受传递给你的个案。”老师我结婚了，老师我创业了啊，老师我怎么样？这个感觉是一种我伴随他们成长一路走的，他也带着他的孩子来找我，渐渐的也从一代又到下一代去，这个是我最感动，我觉得很值得的事情，生命的见证者那种感觉。有一些人是真的非常非常绝望的来找你，即便3不完，我回到我的生就是还是有一些能量是在帮助他自己，不会那么的绝望。我曾经遇过好几个个案，他的成长过程是很辛苦的，婚姻上面是一路跌跌撞撞，那种自卑造成他只认为只值得跟这样的人拥有未来。华人世界里面有重男轻女这些概念还是植入了非常深厚，在面对寻找伴侣、家世背景这些事情，然后就会显得自卑，就矮人一截，我就必须要什么都听他的，依附于他，所以他再怎么样去犯错，我都要原谅他。然后终于几番几轮之后，终于他懂得我说什么，然后也因为他心态调整了，他遇到了很照顾他的伴侣，让他拥有现在的很好的人生。个人他站起来了，一个自己的团队，然后带了很多人消化了，然后成为他自己，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外，他开始也去解决别人的问题。这很生活化的小细节，就是让我觉得很骄傲的。有些人他的逻辑很强，水星很强，那或许他可以学一些生命灵数啦，或是星盘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个推运。那如果他是一个八宫比较强的人，他或许就可以去学一些像塔罗啦，然后灵气啦，这些可以去连接一些宇宙能量的，这些学的东西有一天你会用到。其实宇宙会安排你先接受了它，接纳它，成为你自己，然后之后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的工具。在一次冥想后，在一个天使的提醒下，那告诉我说，给自己抽一张牌，有些讯息要告诉我。然后我身边都有塔罗牌，我一抽出来的时候到宝剑6，他就是一个摆渡人。抽完之后我就开始冥想，我就看到了，在这个划船的过程当中，占星师、命理师还是各种的疗愈师，旁边是一个湖泊，一个河岸，然后我们就沿着整条旁边的路径上面，我们就设了很多的摊。然后当下我就想，好，那当我现在有一定的能力，那我可以去召唤很多刚开始走这条路径的人，都能够借由市集累积人脉客群，比较快速的能够朝向更能够助人、更专业的工作室。不管是抖音，还是说我们看到很多 YouTube， 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化的催眠。同一首歌、同一句话、同一个歌词，它一再一再的循环。其实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早就被催眠，这个对未来的社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那我们如何让父母亲也学习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法或者是方法，然后让他融入在生活里，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，让孩子有正向的改变，维持正向的一个发展，人文、亲子共荣共学，让家人更团结在一起。我就觉得，这是另外一种传承，希望能够凝聚这个能量去做这个事情。上个月的儿童节就办了一个小大人的同乐会，让他当一个小老板，把自己曾经父母亲很爱他，买的非常贵重的东西，然后他长大了没有要用的，
可以拿来交换、贩售，体验父母亲赚钱的辛苦，让生活教育父母亲也可以参与，然后让孩子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些什么。这个世代的孩子们非常需要价值观的重建，虽然它不一定是一个大事，但是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改变，然后慢慢的往外扩张，然后慢慢的改变更多人。